你有想过人生最后的旅程如何度过吗？作为一个身体不怎么样且非常怕死的年轻人，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提供止痛和护理服务的安宁疗护，或许可以让人在临终前没那么痛苦。 Palliative care aims to give the patient as much control as they can have in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by covering as much as you can of the pain and the other symptoms. 但这是在人挤人的上海。作为一个打工人，我大概率不会在上海终老，所以当我了解到3、4线城市有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决定出发去看看。8床的是吗？危重的病人，焦急的家属，这是我在沧州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看到的一幕。2个血压啊！他这会儿是睡觉，还是说意识就不想掐2条弄？到晚期特意的会少量的打一些个镇静，要么像咱醒时疼多难受啊，让他自己也少知道点痛苦也行。我们病人都是带着判刑的死亡证书来的，天天面对着死亡，等待死的到来。最多的时候一天是去世5个病人。对安宁疗护科的医生和护士来说，这是他们典型工作日的一个缩影。我面临接诊的大部分都是肿瘤晚期的病人，包括我们还涉及到儿童的患者，还有现在因为是老龄化比较严重，会有心肺肝肾衰竭的一些患者。虽然是一个专科的病人，但到了晚期他身上是有多种共病都存在的。所以郭医生搭建了现在的全科团队。与医院常规科室不同，安宁疗护科室的医生和护士都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相当于一座小型医院。患者在现阶段需要以控制症状、减轻痛苦为出发点的治疗，它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饿着的人，我先让他吃饱了，吃饱了我再聊别的。控制症状，比如止痛，是安宁疗护的核心之一，但面对无法治愈的结局，病人的心理状态和其他细节也要被照顾到。晚上怎么样？有点疼啊。那个热水袋你是捂哪儿的？我是放2个腿啊。你是温水还是热水？都是温水。用温的啊，一定用温的。一个是我们要防烫伤，第二要预防它药物在周围的快速扩散。因为安宁疗护本身病人来他就很难受，所以我们尽量去多想多做。心理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精神层面的问题，在往常被忽视的这种社会需求，我们真的就需要重视。因此郭医生在设计和组建这个新科室的时候，都是围绕着支持和舒缓来安排的。因为我原来我的父母都住过院，考虑到就说，当我是一个患者，当我是一个家属的时候，我希望这个病房里是什么样子的。走进安宁疗护科的时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你不太会注意到外观上细微的差别，比如蓝色的墙面和各处的挂饰，还有几间不是病房也不是办公室的房间。这是我们的谈心室，跟家属和患者一个沟通交流的地方。来这边看看吧，这是精修室。如果家属心情很不好，他们就可以来这儿，坐着思考、打坐都没有问题。除了在空间设计上为病患和家属多做考虑，郭医生还为这个团队新增了一个角色——医务社工。其实医务社工工作主要是医疗和护理之外的一些社会上的支持吧，比如说家庭特别困难的，看看哪些基金会能提供一些支持。为了能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他们也组建了自己的志愿者团队，甚至把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请到了病房服务。你像我父亲、我母亲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他们那些义工来了给你理理发呀什么的，剪剪脚趾盖啊。只要是就是试着要走，家里头没有人给料理这些事情的话，他们都来给穿衣服、给化妆。目前有40多位骨干志愿者，心理辅导组、理发组、陪伴组、儿童关爱组，应该是可以满足我们病房的这些需求了。2020年的时候，从青岛过来的一个孩子，特别漂亮，真的就像小天使一样，但是他就是不笑。这个橡皮泥的这个泥塑是我们的一个护士马静买来给他的，就为了哄他嘛，就想逗他开心。有一次我们那个志愿者蓝老师过来到床边来陪着他，他说：“蓝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笑吗？我知道我得的这个病特别重，我妈妈舍不得我，我妈妈每天都不笑，
他说我妈妈不笑，我就不会笑了。后来其实蓝老师也跟这个妈妈做了沟通，妈妈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最后这段时间她还是跟孩子在一起，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了。那后来这个孩子去世之后，这个妈妈见到我之后就扑通就给我跪下了，她说我要替我的孩子谢谢你，就是谢谢你可以让我的孩子不疼，漂漂亮亮的走。不过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郭医生所在的安宁疗护科算是3线城市中模式和团队都比较完善的，在更下沉的县城和农村能做到吗？我去到了山西阳泉的平定县，这里有一家医院在10年前就启动了安宁疗护的项目。这医院比我想象中的小了一点，我以为它是在市里面，没想到是在阳泉市下面的平定县，跟我们家那边的县城差不多。山西第一家注册成立的临终关怀科，这位就是等会儿我们应该要见的美英老师。哎，刘慈欣科幻小说读书会友爱分会，这个刘慈欣老师是阳泉人。是我们的临终关怀病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行，那我们先看一眼。这是我们临终关怀病房。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这里的临终关怀病房并没有入住病人。我们的普通病房1天10块钱，安宁疗护病房那就是100块钱。但是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特别是病了1年半年以上的，把家里掏空了，所以说是大家就分布在每个病房都有。美英告诉我，除了省钱，对很多家属来说，入住普通病房也能更好地向晚期病人隐瞒病情。受限于金钱和观念，在这座医院，医生和社工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来做安宁疗护。他来咱们医院也是想无痛苦的那种死亡，不是说促进病人快点死啊，而是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就是对症治疗。10多年前，院长李有全从国外引入安宁疗护，最初是为了缓解一种有地域特色的癌痛。我们这个是老工业区，食管癌的这个发病了，全中国我们这个地方是最高的。这种病人我们日常中就是经常遇到，不是饿死就是疼死的。我们就还是把这个充分止疼的这个概念用到病人身上，最起码还是咱做到，让他真的时候在不在的那一刻也最好是不要难受。好点没有？说他的脸色就是可黄了吗？你可是瘦了啊！说这件衣服就看起来是咣当咣当的了。是有的时候哈，真的是可是理解你了。即便是不知道临终关怀，我们也会给他讲。聊天的时候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他接受死亡。我们都会让他的子女呀拉着他的手呀，抱着他的头呀，就是让他把咽了最后那口气。走的时候，把你对家人的爱、朋友的爱留下，把他们对你的爱带走。这些就是家访病人。你看，以前我们还给病人做酸奶，给病人过生日。采访快结束的时候，美英告诉我，她也曾是一个癌症患者，所以她能理解那些病人的痛和家属的遗憾。20几年前的时候，我得了病的时候，效果一点也不好，哭得特别的厉害。我的头发也可以说是就是那时候开始白的。我写了遗书，花了300块钱，我们家照了个全家福。我准备好了我自己的死亡以后哈，我真的感觉自己背上呀什么特别的轻松，一点负担也没有了，我就这样活下来了。在美英生病的时候，她不知道安宁疗护是什么，但她给自己准备好了死亡。这其实也是她现在帮那些病人和家属在做的事，但这件事并不好做。我们从做到现在，可以说就是一直在赔钱，大家也都天天都在说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但是直到现在了，我们这个支持这个情况了，它没有改观。一方面，安宁疗护强调对症治疗，产生的费用相对就低；另一方面，社工的工作、医护做的额外的沟通和精神支持，都无法列入医院的收费项目。他们在临终关怀中必不可少，却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收入也比其他科室要低。实际我一直都非常感谢医院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对于一个地方的3甲级医院来说，是要付出很多的。而阳泉友爱医院也因为运营成本的考量，
以2名社工和机动医生的配置维持着安宁疗护的运转。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给予资金的补贴，可能还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比如让安宁疗护的服务有自主的定价和收费的空间。另外，不用常规科室的标准来考核安宁疗护科。我在上海走访的时候，就有医生提到，朋友们住2个月，住2个月就要帮你周转，就是要出院10天再进来。不办出院嘛，他医保要查，他的规定有可能也有自己的那个各种考量吧。这个指标叫病床周转率，考核它意味着医院要控制病人住院的天数，让每张病床收治更多的患者。我理解这是为了要提升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让临终病人还要出院，既不现实也不太人性。因为这些考核指标加上部分医生没有接触安宁疗护的理念，以及其他种种限制条件，一些晚期病人最后很可能会面临无处可去的困境。我母亲一直是心脏病，83岁了，查出来她是肺癌，科室就不愿意接受了。通过别人给介绍后，我们去了。我母亲在那儿住院住了4个多月吧，从那儿走的。像我母亲的话，她是不愿意接受死亡的人，但是她在那待得很安心。它确实还是需要顶层设计，可能单靠一个人，甚至于一个医疗机构，我觉得都很难有那么大的力量来推动它。你现在走访完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写我今天转病房发现了点什么。我刚开始知道自己是真的是我发现大马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从医院走到家里。你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这死亡意味着什么。假如你经历了死亡以后你会比平常迈的步更大。您知道这个动漫人物是谁吗？我原来不知道，我是从他身上知道的。他告诉我，他说那个郭阿姨这是巧虎，就是他喜欢的一个动漫人物。对，因为这个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他从4岁开始生病，基本上他有时间的时候或者舒服一点的时候，就是会看这些动画片。其实我们每一个患者还有每一个家属，他可能会留下来一点小东西，或有时候他们会写一封信，拿个纸片可能就是有的老人认字也不太好，歪歪扭扭，我和护士长都会保留着。我觉得有时候翻出来看，他就会告诉我，就是除了医疗之外，你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怎么样更好的站在一个关注和照顾人的角度，去给到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命末期的一个病人和家庭，给到他一个温暖的旅程。行，那我就先走了。好嘞。行，好嘞，你们也辛苦了。郭医生再见。再见。好。感谢你看到这里，我是本期的视频编导圆圆。关注3、4线城市安宁疗护的现状，一方面是因为我身边的亲友有这样的需求，觉得有必要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另外一方面是我也很好奇，在1线城市之外如何推广这件事情。所以展现沧州和阳泉的模式与困境，也许对其他的地方有借鉴和参考的作用。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拍摄的医护人员，在他们非常忙碌的日常中挤出时间给我。这支片子的主体是以医生的视角来叙述的，另外我们也做了一支以病人和家属的视角来介绍安宁疗护的视频，以及身为家人的我们在其中还能做哪些事情。你有关注过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开展安宁疗护的服务吗？你对安宁疗护还有哪些好奇？欢迎在评论和弹幕中告诉我们。如果你也喜欢本期视频，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